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王，就允我向这家提亲。怎么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？莹莹，能放起来？啊，放。快进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擦伤而已，活着便好。多谢杨警官出手相助。多谢杨警官。不必客气，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日后有个思恶现恶的找人帮我看一看，便好意思开口了。杨警官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觉得谁会害你啊？花掌柜，今日在芳菲宴上，我狠狠地削了他面子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明明是我在问你，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害我？我在那会场上看他神色不对，也留了心。此地偏僻，找到这里颇费我一番功夫。早闻赵二郎君以季娘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杨警官，好眼光啊！待我跟英英成亲之时，你我兄弟二人定要多喝几杯。好。你笃定了我会帮你？请您为民做主啊，杨警官。若是你能帮助民女，那民女日后定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只怕这日后啊，季娘子又有许多的推诿之词啊。天色已晚，赵二郎君不如带着季娘子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啊，季娘子是不想让赵二郎君送，让本官亲自送你也可以。不必，我们走。英英，你与这杨警官很熟悉吗？我与他相熟是因为有事相求，我与你相熟是因为我想与你相熟。杨警官，杨警官，跟上那刺客了吗？咱们的人暗中盯着。你看这支箭，这是军中之箭。华家背后之人来头这么大吗？华家是个突破口，一定要往下查。本事没长，胆子却越来越大了。娘子息怒，我只是想替娘子收拾季英英那个祸害。贿赂我的人，做我不知道的事，你是为谁？用得着我说吗？娘子，可有留下什么把柄？娘子请放心，事前都与他们说好了，无论刺杀成败，都让他们躲到别院去，今日莫再露面了。哼，一个根本分不清谁才是他真正主人的人，我留之何用啊？娘子慈悲，留了他个全尸。我愿为娘子做牛做马，绝无二心，还请娘子明察。咱们的人来报，
那刺客死了，是突然飞来的一支暗箭所杀。死哪儿了？在华家的一座别院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，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。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不送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操！差他个底儿朝天！哎，往哪儿去啊？哎！走啊！杨金兰，我砍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这账抹不平。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岔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讲。账有问题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
少不了纠正、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废丝，账上亏空。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既无索赔，又无折价售卖。那这批丝去哪儿了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没错。哼，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哦，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来吧，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养的天天增狗的吗？接应。杨景然，你看多乖呀，不叫也不咬。锅盔，你怎么够爪子乖乖？乖乖乖。果然啊，母犬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恶人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目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乖啊。花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季娘子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得益州锦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，走了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错便是错了，理应道歉。其实杨警官也不必放在心上，我在益州城生活了10几年，早便适应了。若杨警官真觉得心中有愧，以后多给季家一些恩惠便好。我得赶紧回去染丝了。等等，
既然是道歉嘛，总要有些诚意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啊！来，这是什么啊？你送的？你用的什么染料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染料？你在我面前炫耀别的，我也不稀罕呀。那你是想要恩惠呢，还是想要这个呀？嗯？你这个人这么不实在，你要道歉你就真心实意的。你在这让人选的。阿姐说的是。刘朗，我刚才看到你夫人在喊你快点回家吃饭呢。哎呀，你莫催，慢光出细活啊！太费红花饼了。晋娘子，我家娘子请您一叙。你家娘子是牛将军之女牛五娘子。我与你家娘子毫无交情，她为何要见我？我家娘子见您在芳菲宴上送的绒花十分喜爱，想要请您按照我家娘子养的真花仿造一批，不知您能不能接？那我得先看看那些花。追！是。怎么回事？按您的吩咐，在山洞附近探查，一连几日皆无动静。近日突然出现一拨人马，将我们围了。娘子，晋娘子来了。见过牛五娘子。姬娘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请。其实我很早就想与季娘子一见了。殷殷一介民女，与娘子只有过一面之缘，娘子是如何知道我的？斗芳菲上飞花漫天，朱颜驼一鸣惊人。在这一州城内，谁不知季娘子名声？其实我很羡慕季娘子。羡慕我？
牛五娘子身份贵重，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想如季娘子这般，以女子之身成就一番事业，向我阿爷证明，女子并不是只有嫁人这一条出路。娘子好志气，娘子定能心想事成。好茶。季娘子，你可愿与我合作，共掌这一州锦业？我知道季娘子与赵二郎君两情相悦，却受赵家阻挠。我可成就你与赵二郎君的一纸婚姻，亦可让季家重回你阿耶在世时的荣耀。牛五娘子手握权势，富贵荣华，即便是想成就一番事业，又何必自降身价？都说伤者为鉴，英英实在难以相信娘子的一番言辞。季娘子是一个谨慎之人。好，那我便带季娘子去看，我所求为何。这位是我阿娘。我阿娘16岁便嫁入到这里，为我阿爷生了5个孩子。我阿爷一心只想要一个能跟他行军打仗的儿子，可惜接连5胎都是女儿。生我时他身子彻底败了，再也无法生育，也再未踏出过这个院子。将军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夫人她也不认得我。将军，她现在是一个只会等待丈夫回家的女人。我的4个姐姐都被我阿爷嫁给了同一族人，能帮助她换取权力的人。我也同样嫁过2任丈夫，但我不服。女子不能从官，我便从商。我一定要向我阿爷证明，我绝不会输给他让我嫁的任何一个男子。五娘子有这等志气，英英佩服。飞花会、朱颜驼，都足以证明你的价值。与我联手，我会将你推到更高的位置。这一州城的锦业，会尽数掌握在我们手中。五娘子的价码实在诱人，你的推心置腹也让我感激。只是英英认为，感情的事无法掺杂利益，我和赵二郎的感情不能成为交易的筹码。而且我成立飞花会的初衷，是为如朱小娘一般无权无势的人争出一条路来。若是应了与娘子的合作，那我与那花掌柜又有何区别？所以，恕英英不能答应。所以我说，季娘子还并未明白权势的滋味。权势就是我不想让你做成的事，你一定做不成。登记造册的文书不是应当送往长安了吗？
难怪当日花掌柜无论如何也要让我接下朱延陀的订单，原来后手在这儿呢。牛五娘子便是花家传说中的靠山吧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季娘子可否回心转意。英英心意已决，谢牛五娘子厚爱。天色不早，告辞。季娘子，请留步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哎！季娘子，我给过你机会。牛五娘子此举，更加证明了我不与你合作是正确的。不合作，便与我为奴吧。季娘子什么时候染出曙红丝，什么时候再离开这个屋子。且慢。现在后悔，已经迟了。牛五娘子，可否与家里去一封信报平安？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你也不想事情闹大吧？小门小户没处闹，可国舅爷还在我们飞花会呢。给他支笔。是。娘子，写好了。阿兄阿娘，我打探到，益州城300里外发生山石崩塌，造册文书被堵在那里。我租了马车，亲自去取造册文书。时间紧急，来不及跟你们细说，望见谅。阿兄阿娘，记得多购些红花饼等原料。朱延陀用量极大。上次买染料时，孩儿带的钱财不够，多亏了玉掌柜，便付了2贯钱，还望替我归还。阿兄阿娘，勿忧勿念。一会儿送到季家。是。看好他，他若逃了，便用你的命来替。是。这都是人属红丝的原料，怎么备得这么齐？你还不干活，磨蹭什么呢？我盯着你呢。想染属红丝，就这些普通的原料，那怎么行了？那你还想要什么？我要楠木烧的锅灰8两，长在山石中的茜草1斤，清晨缀满露珠的红花3斤半。就这些吧。你可别想耍什么花招！还不快去！耽误了染丝，你负得起责吗？你等着！娘子，季莺莺真的能染出曙红丝吗？益州府10月9斗鼎会。
蜀锦兴于春秋，而盛于汉唐，因产于蜀地而得名。唐时，权贵豪绅皆好着蜀锦，军中更可以锦代饷。蜀锦一时价格飞涨，寸锦寸金。我阿耶是益州城最惊艳才绝的锦王，因为他染出了蜀地最美的红。他钻研各种染料，研磨搭配，每一步都要轻微。他说，将熟丝在浣花溪里换洗，才能染出鲜亮的颜色。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红丝，张扬热烈，流光溢彩。阿耶叫它蜀红丝，只是蜀红太美，美得怀璧其罪。季归南，你好大胆子！竟敢以次充好，拿赝品充当贡锦。刘警官，当日是你我一同合宴，每口箱子我都亲自验看过，绝无可能有假。如今交与督运官，仅在驿馆放了一夜，变成了赝品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大胆！难道是督运官偷了你的贡锦不成？来人！是，给我拿下！慢！你的官职还没有拿人下狱的权利。我要面见4时，自证。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季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督运官就地正法。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！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沙也留给我的。放开！快松手！爷爷，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锦没了可以再吃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让你放开！英英。
你不能去！哎，秀媛，你不能去！阿姨，求你救救季家！哎呀，孩子在这，你懂什么呀？求你了！俺也回家，俺也回家。这里虽然有些残破，但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了。赵二郎君有心了，这钱，季家会尽快还给你的。钱什么时候还都来得及的。您和英英与阿兄喜逢大赦，一切都从新开始，日后定是一日好过一日。借赵二郎君吉言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阿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和阿兄会听俺娘的话的。季夫人，既然回来了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季夫人，那咱们的债是不是可以清一清了？诸位，这个钱季家一定会还的，只是如今家产被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还请诸位掌柜再宽限些时日。我倒是替夫人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我已然与诸位掌柜说和好了，只要夫人肯将蜀红丝的配方交给刘某，咱们的债一笔勾销，其他掌柜的账我替夫人还了。我阿爷获罪，家里也被抄了个精光，不曾留下蜀红丝配方。我阿爷在世时待诸位伯伯不薄，诸位伯伯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吗？名声能顶饭吃吗？要么还钱，要么交出蜀红丝配方。赵修远愿以身作保，不知诸位可否宽限些时日？咱们是跟姓季的讨债，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二郎君，既然是还不起，那不如卖身抵债吧。带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阿娘，阿娘，你们住手！既然你们不肯给季家活路，那今天咱们就都别活了！让父老乡亲们看看，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！看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！就是啊。好，今天我就退一步。这笔钱，就算是咱们借给你们的，利息就算5分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得还利。若是晚了1天，哼，别怪我们告上官府，让你们季家以身抵债。走。阿娘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没事，阿娘没事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阿娘，没有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娘，我扶你回屋歇息吧。好。
料峭寒雪尽，娥皇始迎春。莺莺，愿你尽遣霉运，从新开始。花家里来了，快跑！快，搜摊！这花家要洗丝就不洗别人洗，太霸道了！这个，大两哭手。小娘，帮我把那个收了，快，我去拖住他们。拜托了，莺莺，太感谢了。快点，哟，花郎君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艳阳高照的，你要是晒黑了，可就不俊逸喽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到我花家的地界偷着洗丝。哎呦，您这么热呀？你说说你折腾来这儿干什么？大热天的，大热天的干什么你？啊！哎呦！今日我季家交货，花郎君怎么不去看看呀？看什么看啊？这生意上的事儿，都由我英明非凡的夫人都会处理妥当的。也是哈，你们家都是夫人说了算。哎，我金玉存心给我作对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去不是给您打伞吗？自然是您到哪边我就到哪边呀。我在哪边，你就在哪边是吧？拿来吧，让开。算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快！要是以后谁还白天到这来偷着洗丝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就是。哎，金英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有事先走了，您让一下啊。好。是颜金应马，良驹配美人，春色正好，可有小娘子愿与爷同乘呢？下次爷这个姐姐娘的，差点摔着爷。这位小娘子很是俊俏，爷带你进城游玩一番啊！我爹，流氓和毛病！哎，快！他们调戏小娘子！敢来三道堰欺负小娘子，我看你是打老虎脱裤子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就是，你说谁的脸是钉子？
你知不知道爷是谁呀？怎么跟爷说话的？爷告诉你，打你就打你，我打你之前还查一下你家家谱啊！打他！张老三，爷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爷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爷不就骑一下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了。那个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实话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和面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或便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姚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，我们打的时候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来了！我不会教马说人话，但是我会教人说人话。这人会悬崖勒马，马可不会控制自己。下次打人的时候离马远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能来得这么及时。下次，那要看马上的人做不做人事了。就是。咬得死！生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咱家今日只有这个了，你且将就两日吧。君子食无求饱，国魁，你虽然是狗，但是做狗也要有做狗的规矩，要做狗中君子，不能太重口腹之欲的。再挑食，我打断你狗腿！吃。平英，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你又跟谁吵架了？没，就打了一架。啊？和谁啊？我不知道。我看那衣裳还挺富贵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。阿兄，咱们说好了，老规矩，不找上门就是无事发生，找上门就带阿娘出去走走。郎君，等下，那花掌柜来了。阿兄，我怕我去会会。哎，我先去拖着他，给我。花掌柜，你上次订的丝都在这儿了，点个数吧。颜色也不鲜亮，光泽也暗淡，摸起来也有些毛躁。花掌柜，你再仔细瞧瞧，这可是剑南道最好的桑蚕丝，纤度均匀，光泽柔和，颜色要比市面上鲜亮许多啊。季大郎君，我与你说实话吧，如今营商不景气，益州城几个织锦大户又一直在压价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都没有钱收你们的丝了。人无信不立，我们既然立了契，就该按规矩办事。这是你季郎君的规矩，我的规矩，若要卖，就按5折算，不卖就算了。
这单我按原价赔给你们，但日后你们季家就别来我这儿分订单了。华掌柜，家中情况你也知道，每年还要还你利息，我阿娘又病着，这吃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如你家急需用钱，我借你20贯。我们本就欠着你的债，若是再借，这何年何月才能还得上啊？阿兄，花掌柜与你开玩笑呢，他不会再借钱给我们啦。花掌柜，为何不会？阿兄细想，咱家本就欠着花家50贯，若再借20贯，即便只算3分利，这利滚利的比咱家1年的利润都多。这要是还不上，我们全家都得卖身花家为奴。但是，花掌柜宅心仁厚，人美心善，他定不会让咱们卖身的，自然就不会借钱给咱啦，对不对，花掌柜？那好，既然季家不缺钱，这单就按4折算吧。花掌柜，好啊，那就请花掌柜重新拟定订单，里面请。花掌柜，笔和纸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写吧。齐英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来人呐，外面来！我们家这狗就听不得人大声说话，您声儿越大，它下嘴越快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他说牢里的饭比家里的好吃，你个狗东西，他愿意去牢里。你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出去？您知道啊？5折。陶渊明说得好，不为5折这样。那是5斗米，你读过书吗？6折，最多只能6折。他说6折还不够他买肉吃，他还是想去牢里。那7折，最多只能7折了。怎么说？成交。劳您画押。哎呀，承蒙惠顾，锅盔送客。阴阳，我知道花掌柜是为了让咱们家利滚利，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使。可你今日如此对他，若是来日他不收咱们家私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咱家私染的好，便是7折他也不亏。他生气归生气，但他是个商人，利益是第一位的。可阿爷说过，以德服人，生意才能长久。阿爷也说过，只与讲道理的人讲道理。阿兄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死的归你管，活的归我管。好。哎，戚夫人，听闻您女儿今日在浣花溪派与人打起来了。婷儿，去把我的竹棍拿过来。阿娘，快去！自求多福。什么都不季妍妍，给我站住！阿娘，他又不是哑巴，不需要你替他辩解。娘，我真的错了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？郎中都说了，您的身子…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行事无状，一味与人争强斗狠，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说说你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季莺莺，阿娘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都叫了，我饿死了。我也知道错了，您就饶了我吧。行了，赶紧坐那儿吃吧。这。
知道阿娘最疼我了。哇！我在想哈，这个花掌柜从8年前便开始收集我们的欠条，直到今日成为我们唯一的债主。我觉得他竟是另有所图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这些事儿就让你阿兄去操心就好了。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跟以前一样。更何况你和赵家的二郎君还有婚约在。这些年赵二郎君对我们家不薄，你不能让人家为难。阿兄都还没成婚，我不急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婷儿，不还清债务，重振我季家门楣，我绝不成家。有志气。哎，右折进，不可辞。好了，金莹莹，你说说，今天你到底跟谁打架了？阿娘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打架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幻花染坊和韵霞染坊，还有别的好多家染坊吧，有一些那个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哎呦，郭辉还没吃饭呢，我得给他送点饭吃。金莹，乖乖，你抓了，乖乖。这孩子，婷儿，你知不知道他跟谁打架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明天赶紧去打听打听啊。然后好生去人家给人赔个不是。阿娘，怡英虽不娴静，可也从不会主动惹事。我看这件事还是对错又有何相干？他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。天理昭昭，我早就不奢求了，我只盼着你们兄妹俩能够一生平安顺遂。知道了，阿娘，别气了。吃饭吧，我明天就去。但是杨老三，有一件事儿，爷对不起你。你说你好不容易给爷交代个任务，让爷照看你的师傅，还让爷照看没了。这益州城就废警官了，这死了3个了。你说他当什么不好，非要当着警官？我都他可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呢？哎，有一句话，他说让我再见着你的时候，好好告诉你。这便是你在益州最好的朋友啊，他好在哪儿啊？好在向来信我。那沈警官对他可有留有什么话呀？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？是属下僭越了。不知杨警官明日有何安排？是回杨家还是去见一个朋友？你在益州还有朋友？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来日好友。叫金毅出来！金毅出来！金毅，我知道你在家。
这可怎么办呀？难怪昨日夫人差我去问你与谁打的架，谁也不晓得。原来不是三道堰的，是益州府的国舅。这怎么办呀？偏生夫人和郎君这会儿也不在，出去采买去了。桂叔别怕，我在家呢。不是，娘子，你找什么呢？找个趁手的家伙。开门，开门！爷都要死了呀！哎呀！这一大早这么热闹呀！哟，哎呀，原来是国舅爷大驾光临啊！哼，这都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乖乖跪下给爷磕头认错，爷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你一马。哎呀，感谢您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有大量。可是我这前看右看，左看下看的，也没看到您的伤口啊。你看我这腿、这头、这胳膊、这全都折了，疼吗？哎，娘子，我爷用力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桂叔，我出血了，破了，我破了！国舅爷，我家娘子可是诚心认错，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你？你少诬陷人，她分明是自己磕的。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娘子，我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毁自己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国舅爷没事啊，你怎么比爷还无赖啊？啊，你信不信爷给你抓起来？我头上这个伤明明白白，大家伙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是，都看着了。国舅爷身上的伤经得起仵作宴看吗？您要是想去州府衙门，那咱们就去州府衙门。我听说桑长史向来善恶分明，等他回来了，定会给出一个公道。我看看啊，果然是他。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，蜀红解盲之女季莺莺。你是真认识，还是为了安财？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打算帮个忙吗？用不着帮他。你看，那伤是假的，不过反应演得都挺真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寻找蜀红寺的皇命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之前做过，怎么着都没做出来。你尝尝。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杨老三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方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桑长史过2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，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，免得挨揍。怎么能说我挨揍？你看呀，你们2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，恭送国舅爷。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！走，回家，慧叔。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。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多谢，多谢。金娘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14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指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
花家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三道院的儿郎。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郎君，水来了。就在这儿喝。季家规矩，进了门先饮水。好。好了，两清了，请。我还没进去呢。你说要进门，我也让你进了；你说要喝水，我也给你倒了。多谢郎君相助，恕不远送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。谢谢。多谢郎君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把我放外面了！哎，娘子。阿娘，你慢点。站住！阿娘，我没有打架，这次我真没打架。英英，你受伤了？啊，没有，假的，我一点伤都没受。假的？嘿嘿，你看是不是？怎么，假的我就不骂你了？可是我只有这样才能骗过他们呀，他们都以为这是真的。阿娘，今日桑14登门都是花掌柜挑唆，即便是桑14肯罢休，花掌柜他们也不会。阿兄，咱们一定要想个法子对付他。季英英，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就非要由着自己的性子跟别人对着干是吧？那花掌柜自是欺行霸市，为人不耻，可他为什么全人只盯着咱们季家祸害？阿娘觉得是因为我不肯低头，他们才不放过我们家。阿娘觉得是我错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只希望咱们季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哪怕是受点委屈吃点亏，只要不惹祸事，那就是福气。难道阿娘这么说也有错吗？都听好了，打今日起，浣花溪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不允许他这个惹是生非的人来这儿洗丝。花郎君，众所周知，
蜀锦染丝，唯有在浣花溪中漂洗过，才能色艳有光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蜀锦。浣花溪就是染户的命。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您，您要这样毁了我的生路。哎，你没得罪我，你得罪的是国舅爷。